你我彼此多留余地，看日后姻缘。只有一点，请务必相信：今日之事，冲家铭记在心。兄弟少年老成，有大将之风；大哥慷慨激昂，有国士之风。好，这就是惺惺相惜。来，来。此物跟随我10多年了，今天送给贤弟，留作纪念。这是我爹留下的一块汉玉，冲家自10岁起就没离过身，请大哥收好。I think airplane is by far the best way. Why do you think so? Because it's fast and safe. Of course. 请。哎，变熟吧。这是冲甲的呀。我们见过了，也谈过了。谈的什么呀？让他为革命所用。谈的如何？都已经护送信物了，你说谈的如何？我那块老怀表给他了。他应了。没应，也没不应。你觉得此人怎么样啊？老成持重，滴水不漏。看来你是想让他做制造局的总办呢？此人绝不能做总办。你疯了！外头有铁扇，家里有冲甲，低头是巡抚，抬头是总督。他一个拉车的，你要逼死他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要还只当他是个拉车的，那我真的疯了。这个死局很难走出来。他不是拉车的，难道真是革命党啊？他必须是革命党。少白呀，谁对你有用，你就想方设法的把他往死里头干，对不对？我跟你不一样，我是当爹的，我是崇光的爹，也是阿四的爹。可你现在也是革命党。
用当爹的那双眼睛看，这事儿是办不成。可你心里清楚，只能这么办。于大兄，该换换思路了。德国造11毫米口径、7.9毫米口径后装连发毛瑟枪枪弹；奥地利造8毫米口径后装连发曼利夏奇枪枪弹；德国造7.9毫米口径马克沁机枪枪弹。一色的黑色烈性火药，硬铅弹头，威力十足。制造局要造的就是这东西，年产量400万发，全部装备广东新军。一发子弹就是一条人命，这杀人的玩意儿落到谁手里，射向谁，事关起义的胜败，决定万千革命志士的生命。不必再说了。淑云怎么打算？她还是你李家的媳妇儿，这个局也缺不了她。少白，你对淑云究竟是个什么打算？用谁的那双眼睛看她？他真的要牺牲吗？淑云，阿四，你还有崇光，我一个都不想牺牲。阿四那里我去想办法。淑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，他正在想尽办法找你。他那边我去说。老爷，老爷，爹，二少爷回来了，正往这儿赶呢。爹，阿纯在哪里？我去了医院，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？一个人又瞎跑，上次刚出完岔子。阿纯在哪里？老丁办的事。老丁，你向少爷说。哎，二少爷，您别上火，那纯姑娘啊，好得很，就在内城离府里不远的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，那里半条街都是李府的产业。可外人不知道，走到头有条巷子，那里啊更清静，闲人很少。巷子里有所宅子，哎，别看啊，门面不起眼儿，可是高墙深院，3进3出，那层层门上都有人。最后头是个花园，3间北房，阿纯姑娘呢，她住一间，2个丫鬟伺候着，除了玛丽护士。每天给他换药外，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。哎，每隔3日到医院检查一次，那都是老奴亲自护送，万无一失啊。上次出了岔子，我不放心。
老哥在医院里面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爹，你这话是啥意思啊？什么长久之计？不是说好了，过了生日我们就可以走了吗？啊，是。阿斯，暂时走不了了。我举荐你做制造局总办。你别着急，我慢慢跟你解释。我不听解释，我只问你，这是跟我商量吗？是。我不愿意，行了吧？阿斯，你就告诉我，我不愿意，你拿我怎么办？阿斯，你听我说。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愿意，不愿意！你让不让我走？你说你不愿意，我不管，我就要走。阿纯姑娘怎么办呢？好，你终于还是说了。李老爷，话让你说尽了，事也让你做绝了，你摸摸自己的良心，我阿四对你够不够意思？婚结了，劳作了，挨打受刑，担惊受怕，连刑场都上了，几次三番还掉脑袋呢。我对你李家仁至义尽，如今你不说知恩图报，你竟然还来逼我，还拿阿纯来挟制我，你还是个人吗？阿四啊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阿四，我答应过你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这个总办有些风险，不过只要小心应对的话，都会逢凶化吉的。你看，我们两个这一路走来，也遇见不少困难吧？不也全都过来了吗？至于阿春姑娘，你放心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我保证，1个月让你见她一面。啊，这是我亲手写的契约。刚才老丁说的那个3间院子，就是阿纯现在住的那间房子。还有啊，香港一个生药铺，再加一个杂货行，生意都非常好。还有九龙塘一处宅子，我已经签字用印。只要是你按上手印，这些都归你了。阿四啊，我们再撑撑他半年，等到制造局安稳了下来之后，我一定跟欧巡抚说，还说你去上学，把你安全的送到香港。有了这些财产，你就可以跟阿纯姑娘好好的生活。只要是你不嫌弃，我们还可以时常见面。如果你不原谅我，不认我这个李玉堂，我无话可说。李老爷，你到底是收买我，还是逼迫我？阿四，你要是收买我，我不卖；要是逼迫我，阿纯在你手里就已经够了，不用再花这些冤枉钱。至于以后，我要是还能活到以后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
我阿四是穷人，我身边全是穷朋友。可像李老爷这样说话不算话、恩将仇报的人还真没有。我们不是一路人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屋，继续当你的儿子，等着当总什么来着？总办。你答应了？我能不答应吗？等会儿，淑云怎么办？他还等着我带他去香港见秦少白，他可不怕你，更不缺钱，你拿他怎么办？我自有办法。你替我稳住他，别让他再乱来。否则阿纯就有危险，对吗？阿四啊，别解释，我遵命，但是我只能尽力。淑云的脾气，你大概也知道。其实你呢，还挺有做革命党潜质的，胆子够大，反应也快，弄得我爹都被你给蒙了。唉，难怪少白信任你啊，居然连我见他也得求你。哎，反正我觉得你行，你再考虑考虑。嗯。一堆小山板正向咱们船靠近呢，糟了糟了！不会走漏风声，我爹知道了吧？你再看看。少白，阿四是少白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你们安排了，让我们在江面上会面，是不是？太好了！少白，哎呀，这再有半个时辰，老太太呀，就该起床了。那不见二少爷、二少奶奶，她准要问。这大少爷啊，心眼太多，难保啊，他闻不出味儿来。他要是通信给欧巡抚，老爷，您这步棋可就有点冒险了。那万一他们俩不回来，啰嗦。你先下去吧。啊，是。哦，对了，三老爷要回来的事情，老太太一直没有答应。你还是按照老规矩给他汇点钱去吧，就说是老太太安排的。是。华南制造局总办王阿四，香港人力车夫斗大的自不认识一箩筐，冒名顶替当总办，赶鸭子上架当革命党，能有几成胜算？7成。你秦少白有4成就敢干，对不对？淑云，干革命总会有危险的。6成危险，
你想过我吗？你想过我爹吗？我爹他是贪官，是清廷的走狗。那我是你什么人？我是你的一颗棋子吗？想往哪儿摆就往哪儿摆。我凭什么都听你？你凭什么认为我就应该听你的？叫我嫁人我嫁，叫我救人我也救。说好了要带我走，人就不见了，人回来了，你现在又跟我说这些，说话不算数，你太没良心了。淑云，少白对不起你，更没有资格要求你做什么。资格这东西，说有就有。我要是革命党，你就是我领导。领导指派任务，我自然不能推辞。你是说，加入同盟会你就同意？对。好，我以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的身份，正式批准你加入革命组织。此处诸多不便，宣誓一事日后补上。我先给你写个证明，你来签个字。那你要给我派什么任务？丢炸弹杀摄政王，还是打冷枪刺杀皇上？说吧，我什么都能干，就是一样，不能让我做别人的老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是个女革命党，女革命党心里有人了，懂吗？一个女人心有所属，你再让她嫁给别人，也太混蛋了吧！想不想知道我现在心里的人是谁啊？既然你这么为难，又非要让我留在李家，那就只有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立刻跟我成婚，做我丈夫。淑玉，你别开玩笑。谁开玩笑了？我就要嫁给你，我偏要嫁给你。你骗了我一次，你别想再骗我。叫他们开船，对岸沙面就有教堂。结了婚，我就是你的人，你让我干什么都行，好不好？淑玉，别太任性了。我就是任性，我就任性，少白。有清兵！哇！齐先生，齐先生，外面的船上都是铁山的人。还有距离，不要慌，让他们把舢板靠近船尾。好，好。我要跟你走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。我秦少白追随孙先生革命，心里想的是天下苍生。如今请淑云小姐念在天下苍生的份上，暂且在李家忍耐。李老板、阿四，还有我们会保证你的安全。我会尽快再来看你的，保重。阿四，少白，少白，你也保重，你也保重。小心，你放开我，少白！不行，我求求你了，阿四，你让我走吧。
你别难过了，少白先生，他一定是爱你的。你这么美，对他一片痴心，他怎么会不明白呢？等过些日子，他自然就会。你混蛋！你们都骗我！你们都欺负我！我太傻了，他心里才不会有我。你又贪睡了啊？爹，哎，有什么不对劲没有啊？没有。你呀，把眼睛睁大点啊，盯住了。哎，我呀，吃完了早点就过来替你。是。他这个脾气啊，上天入地的主。我求求你们了，赶紧多叫几个人来看紧他。别再出岔子，咱们还能凑合着往下混。这外面的事情啊，您尽管放心，关键是屋里头的，你一定要稳住那二少奶奶。你瞧我还行吗？哎呦，不行也得行。一个人绳上俩蚂蚱，我还得替你看着那只。老李家缺大德了。对了。花瓶、茶壶这些个瓷器，先别忙着换新的来，来了还是个碎。先不讲糟蹋，他可是超级什么东西都敢招呼。这心疼我行不？还有鸡毛掸子，这半天就毁了2只，就是在我身上断的。哎呀，少爷，您受委屈了。老太太呀，都知道了。听说是小两口打架，特地放下话来，叫您呐千万忍住。千金小姐就是个疯婆子，我真是惹不起，她躲不了，真受罪。大宝，你怎么回事？姑爷，不是我，是小姐。瞧把你吓的！咱们呀，这也是为了他好。最近你家姑爷啊，心有点热啊，当了阔公子还嫌不够，还学人家闹着要当总办。咱呀，这是给他浇盆冷水，拜拜火，说不定啊，他脑子一机灵，就能想出自个儿是个什么东西呢。桃花，出去！哎，别。出去！小姐，我先出去了。哎，我说，臭拉车的你还来脾气了，是怎么着啊？我说的有错吗？啊？你这是厚着脸皮给人家当儿子，你这是耗子找猫做买卖，要钱不要命啊你！再下到大狱，你看谁还救你？等着砍头吧！还敢算计我，你忘恩负义，你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呢！为个男人闹得天昏地暗，死乞白赖要跟人家走，人家还不爱理你。你胡说！说好了，他不带我一起走的。那怎么不带啊？以为我没瞧见？钻人家怀里，让人家给推出来，真够没脸的！一个大姑娘，整天少白长少白短，叫得那么热乎，原来是剃头挑子一头热。我看呐，人家也就是把你当枪使。你，哼！天底下哪有男人非把自己女人送给别人当老婆的？好，你给我等着！来这个吧，我早防着你这个了。哎，别动，小心走火。还以为我不会用，你试试，试试。哼哼。
疯婆子，扈三娘，你横什么横？外头仗着你是巡抚的女儿，屋里仗着这个吗？如今这个东西在我手里了，屋里再也没有别人，老子今天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！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你想干什么啊？干什么？打老婆！我也犯了好大的火呢！夫人，哎呦！住手！冲光，你够有出息的呀！啊，学会打老婆了。淑云，冲光的打冲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现在没事吧？我说你够体面的，打老婆，你从哪儿学来的山野村夫的本领啊？啊，我们李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爷们儿，你从哪儿学来的呀？刘洋学的。奶奶，是他先打我的。你还有脸说呢？小两口闹矛盾，当媳妇的打两下又怎么了？你抄起家伙打回去啊！2下，他……哎呦，哎呦，看看，冲光啊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媳妇儿细皮嫩肉，你怎么打得下去呢？你看，鸡毛掸子都打断了啊！你看看，这是他打我打断的，断了3把了，哪一把断一把，打了我一整天不停手。您瞧瞧，这屋里面还有没有一个完整的茶碗呢？都让他给砸了，抄起什么都往我身上扔，实在是忍不了了，太欺负人了。你看我，一整盆水把我身上泼全湿了。你看，满身都是伤。哎呦，我看，奶奶，我冤枉啊！哎呦，这哪是二少奶奶呀，这整个一个扈三娘啊！你看，打成什么样了？你以为呢？打成什么样了？这可不就是扈三娘？住口！淑云呐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啊，告诉奶奶，奶奶替你做主。你看看，真是的。你真的疯了！她不仅是你的媳妇，还是你的救命恩人。你打她，这要传到欧巡抚那里去，我怎么再见欧巡抚啊？现在我们家事事都要仰仗着欧巡抚啊！你这是坏了我的大事啊！爹，儿子错了。打谁向谁赔罪。素云，我一时犯浑，冒犯了你，给你赔不是。你呀，哎，淑云啊，你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还是以大局为重吧。你的委屈我知道，我会想办法的，你放心吧，啊。冲光，今天当着奶奶还有你媳妇的面，我让你长点记性，趴着！我今天，老爷，
别打了，算了。别替他求情，李家有家法。家法有的是机会施展，不在这一时。既然老爷、奶奶、各位长辈们都在，我就索性把话都说明白了吧。自打我嫁到你们家，你们家就没有断过麻烦。搁谁，谁也会觉得我是个扫把星晦气。然而，连我自己都这么觉得，心里着实不踏实。我跟你们家二少爷打也打了，闹也闹了。他说的没错，这鸡毛掸子是我打的，他身上这身水也是我泼的，两口子闹到这种地步，这日子是没法过。不如这样，你们给我写份休书，把我休了，再给你家二少爷找个性情好、旺夫的。我也为李家出过力，也不欠你们的，咱们就算两清了，好不好？淑玉，你这叫什么话呀？淑玉，你看你何必这样呢？二少奶奶是还在气头上，奶奶老爷别在意了。淑莲，小两口打架是常有的事儿，你就别生气了。就是别生气了啊！我没生气，这休书我要定了。他又在玩什么把戏啊？不管怎么样，幸亏他没有拆穿阿四的身份。开了眼了，开了眼了！你娘长这么大呀，还真没见过这么混的小姐，硬逼着婆家休了她。娘，那是二奶奶在说气话呢。气话？我看可不像气话。老太太那张脸呐，都快挂不住了。冲家，你是没看见二老爷那张脸一阵红一阵白。我早说过，二房那点福气啊，早晚得让那卖把式的下贱材料给败光了。怎么样，应验了吧？应验了吧？啊！哎，那个疯丫头本来是说给你的，愣让二老爷给插了一杠子。如今呢，重光不争气，怎么样，降不住了吧？他降不住，闹，让他们闹，让他们闹，闹得越大越好。哼，闹到巡抚那儿，我看他们怎么收场。哼，姐，你最了解重光了，他怎么会把舒云得罪成那样呢？这个重光究竟是怎么了？不过是两口子闹气，床头打架，床尾和，不用管他们。哼，我早就说过，这个大小姐，搁谁那儿都够她一呛。桃花，给我倒杯水。桃花睡得死，等他还不把你渴坏了，以后这种事都交给我啊！我不想见到你，离我远点儿。你想吃荔枝吗？很鲜的。
老太太长到那会儿让夏荷送过来的，一整块冰镇着，好好的搁在柜橱里面的。我挑几颗大的包给你吃，好不好？